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洗漱台上的 SK2 水和乳液调换了一个位置，我的专用木梳手柄倾斜了大概45度角。家里卧室的窗帘扣高于我的腰部约2寸。我不是变态，也不是侦探。我只是一个略微有些强迫症的律师，风尘仆仆出差后回到家里，在自己熟悉的领地，一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女人的直觉告诉我，家里来过除我老公、保洁阿姨以外的人。我心里一沉，而那个人应该是个女人。换句话说，我的老公于浩，外头有人了。林夕，你回来了，好好休息。我这还有个会，估计要很晚才能回去。在我仔细检查衣橱的时候，于浩打来了电话，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温润，一句话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他对我情况的了解、身体的关心，还有他行踪的交代，不可谓不是当代称职好丈夫。我如平常般应答：好的，我确实有点累，需要好好休息。你也注意身体，别太晚。看看，律师这个职业不仅赋予了我认真严谨、逻辑缜密，还要喜怒不形于色。即使在发现丈夫有可能有外遇的此刻，可看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大的黑眼圈和苍白的脸色，我想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低估了我对他的感情。我多么希望真的是一场噩梦，醒了，我们的生活还会一如当初。然而洗漱台上摆放混乱的化妆品，似在明晃晃的嘲笑我不敢面对现实。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第二天，我在于浩拎包出门上班后，打了个电话，一个器材供应商的朋友，让他给我准备一些监控监听设备。众所周知，律师总是有很多朋友，因为工作需要，只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会用在自己身上。既然他能把女人带回家一次，那么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我在家里安装摄像头所取得的资料，众所周知，合理合法，并且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也不知道是这二位嫌酒店地方不够大滚不开，还是小情人暗戳戳的挑衅。不过既然来了，就留下点东西吧，也算是礼尚往来。我把家里的几个隐秘的角落都安装上了针孔摄像头。我或许应该感谢他的挑衅和大胆，就于浩那个怂胆儿，借他100个他都不敢。于浩家里是农村的，条件不好，但是人很是勤奋努力，考了本校的研究生，并且在研究生还没毕业就拿下了现在公司年薪20W 的 offer。他追了我整整1年，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我们现在住的260平的大跃层是我爸妈付的首付，我们俩一起还房贷。说是我们俩一起，其实相当于我自己还房贷，他负责平日里生活的一些开销，因为他工资的一部分还要寄回农村的家里。虽然他家2位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却总是变着法的跟他要钱。因为他还有一个不成器在家啃老的弟弟，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并包容。甚至过年过节的时候，我送过去礼物的同时，再给婆婆包一个大红包。老人嘛，穷苦了一辈子，喜欢嘎嘎新的大红票，我特别能理解。我们都年轻，赚的也不少。我家里条件尚可，算是小康水平。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银行职员，现在都已经退休。2位钓鱼、养花、旅行，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根本不需要我们操心与负担。我也没看错他，他拼了命的努力，终于在这人才济济的大上海，短短5年时间就做到了项目经理，手下一帮985211高材生跟着他干。然而骨子里的自卑却是无法改变的。我不歧视农村人，我只是在说从农村出来的于浩身上带着的自卑感。
他一直觉得我太强势，从事业到生活。他虽然跟我说夫妻之间并不存在谁赚多赚少的问题，然而对深谙心理学的我来说，看透他眼底深处那一抹不甘和不屑，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是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男人的自尊心，而且他现在作为项目经理，工资已经超过了我。我甚至以为我们之间唯一存在的问题也已经迎刃而解。手机震动响起，打断了我的回忆。一张照片赫然入目，于浩开车，另有一位女士拉开副驾驶坐了进去，然后二人驱车离开。小西西，你男人载着一个女人离开了。啧，什么眼光啊？那女的比你可差远了。楚洁紧跟着就是一条语音，低沉磁性的嗓音透着一股子揶揄。你的工作就是拍照片，我并不需要实时语音解说。我冷冷地回了一句。楚洁自我开始进入律所，他就在国内也开了一家咨询公司，5年的时间，公司规模日益壮大，手下也有几十号人手的老板，今天竟然自己亲自出马去打探情报。浓浓的八卦心思掩盖了他故意流露出来的那么一丝丝的同情。我想我还是得给他们创造机会，好抓他们的狐狸尾巴。于是我又出差了。怎么刚回来就走？不是每次都可以休息几天吗？于浩关切地问，并且走了几步，好像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我知道他在酒会，因为他几乎只要离开公司的行程都会告知我，这可能也是我这么多年对他深信不疑的原因。然而他并没有告诉他的前女友李晶晶陪他去的酒会，也并没有告诉我他的前女友于去年离婚，他们又有了联系。有紧急的案件只能我过去。我的话他没有丝毫怀疑，又嘱咐我好好注意身体之类，然后略带抱怨又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可是我分明听到他内心深处紧绷着的神经略微放松了一些，毕竟偷情的活，他应该也算个新手。楚洁不愧是行业翘楚，发过来照片不到1个小时，于浩前女友的祖宗18代都快挖出来了，还真是老套的狗血剧情。于浩和李晶晶是青梅竹马的初恋。于浩考上大学后，李晶晶被家里收了38万8的彩礼之后，嫁给了一个离异的有钱老男人。于浩伤心难耐，化悲痛为力量投身学业，而李晶晶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富太太生活。有钱老男人吃喝嫖赌一个不落，还家暴她，她终于忍受不了离了婚。然后在某一次酒醉之后，给于浩这个前男友打了倾诉的电话，没想到前男友也是遗憾满满，两个人迅速干柴烈火，噼里啪啦，两个苦命的鸳鸯终于相聚，一个不求回报，一个旧情难忘，简直让人潸然泪下。但是请不要恶心我好吗？你们想在一起，想再续前缘，可以光明正大的由于浩跟我好好商谈，我也并不是非他不可，也不会要死要活，毕竟夫妻一场，好聚好散。可是至今于浩丝毫不露，不知是他们情未到至浓时还不肯生死相许，还是我真的错怪了于浩。我要给自己一个真相。于是我又出差了，其实是窝在楚洁的一个据点里。楚洁是个正儿八经的富二代，高中毕业后直接被富一代的爹送出国深造，想让儿子学业有成后金光闪闪的回国子承父业，却没料到这小子一个没看住，长歪了。他高中时期就喜欢福尔摩斯卫斯理，到了国外没人管着，更是撒了欢的一心研究破案推理。在我结婚时，他匆忙归来，见到我洁白的婚纱时，那脸上风尘仆仆的表情跟奔丧似的，随后又抹抹眼睛。我以为他要跟我狗什么煽情的话，却没想到，小西西，
你竟然要抛弃我去结婚了？然后一脸贱兮兮贴近我的耳朵。你现在是大律师了，我给你当贤内助好不好？失窃跟踪、明星绑架、偷拍、抓那啥，我是专业的。我嫌弃地用食指点住他的脑门推远，贴那么近干嘛？鸡皮疙瘩掉一地。是的，我跟楚杰穿一条裤子长大，别人是青梅竹马，我俩是 double 竹马，可以拜把子的那种。于是我们开始沆瀣一气，可不对，是里应外合，双剑合璧。我在法庭上为我的当事人提供最有力的辩护，他为我提供最有力的证据支持。我们这样一混就是5年，没想到今天他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支持是用来对我。瞅瞅，这都是什么玩意？你当初是瞎了吧？这么大个渣男，愣当宝贝似的搂着，出嫁当天欢欢喜喜笑得跟得了脑血栓似的。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玩意儿！我踹了他一脚，让他留下资料，赶紧圆润的滚蛋。看到滑落出来的照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楚杰那么大的火气了。好家伙，这是单纯的出轨吗？可能连孽种都有了。一摞照片，在医院妇科的导诊台前，于浩一只胳膊搂着服从里面出来的李晶晶，还腾出一只手虚护着她的肚子。两个人紧张，却又带着些初为人父母的喜悦。袋子里还有几张就诊照片，也证实了我的猜测。姓名：李晶晶，性别：女，症状：孕8周。则如果没有我这个原配挡着，该是挺幸福的一家3口。可是到今天，我依然没有等到于浩摊牌的电话，为什么呢？我略有不解，总不能是于浩对我也是爱之深切，依依不舍。楚杰的照片拍到了我的家门口，就表示无能为力了。他凭着高超的手艺混进了小区，但是那一堵坚固的防盗门把他毫不留情地挡在了冷风中。我冷笑，然后扬了扬手机，调出手机的实时监控，看到2个人进屋之后开了灯。那一瞬间，脑海中竟然闪现出名侦探柯南片头大门打开，光亮一闪，然后砰的合上的既视感，真相马上就要来了。我有些紧张地屏住呼吸，等着他们大爆料。2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屋，在客厅坐下。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李晶晶一脸正儿八经的不好意思的颔首感谢。别客气，我们又是同学又是老乡，帮一把应该的。可是你这肚子里的孩子，跟你前夫说了吗？于浩一脸的同学之情，关切地问。我扭头看了一眼楚杰，他也瞪着大眼吃惊地看着我。那你这是什么神反转？于浩只是单纯的不小心得知被家暴离婚的老同学意外怀了前夫的孩子晕倒，然后见义勇为。我不敢跟他说，我宁愿自己把孩子抚养大。李晶晶说着说着，抬手抹掉眼泪，看得我都有点心疼了。多么独立又自强的新时代女性，为了不让孩子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独自默默忍受着生活带给她的艰辛。2个人又说了几句话，李晶晶起身告辞，于浩客气地送她出门。我跟楚杰都傻眼了，说好的捉奸现场呢？正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想你了。于浩一边进屋，一边握着电话打给我。大概还要几天吧，忙完了我马上就回去。我昨天遇见了我的一个老同学，他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我陪他去了医院检查，具体的事等你回来了我再跟你细说。于浩一如既往地跟我报备他的行程，坦坦荡荡，竟然是我有点心虚，难道是我错怪他了？于浩挂了电话，就开始在客厅处理邮件，画面一度呈现静止状态。我就这么看着他，
好像我们以前一起经历过的许多个这样的夜晚。楚洁在我眼睛盯着于浩满脸岁月静好的时候，就开门出去了。其实他误会了，我只是惯性地盯着一个地方在思考，真拿我当傻白甜呢。前脚楚洁给我爆料前女友被家暴，他出手英雄救美，后脚俩人就回家里解释了原委。这几句话在哪不能说，非得费劲巴拉坐电梯上18楼，坐客厅里说，还严丝合缝的，对，就像对好了台词演给我看。我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手机的监控设备，其实我才是被他玩弄在掌控在手心的孙猴子。我结束出差回家，老婆，你回家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我站在房间里还不到5分钟，于浩就打来了慰问电话。啊，狗东西，以前我还觉得他格外体贴，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我的行踪，安排好一切琐事。现在看来，真是我被滤镜糊了眼，这哪是体贴，这全是阴谋。果然，我的直觉是对的，他也许不仅能及时的知道我什么时候进家门，还很有可能故意演了一场戏给我看。可是我上次装监控的时候，明明已经仔细检查了所有的地方。看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这话不是随口说说的。我技不如人，棋差一招。你最近不是在跟一个大项目吗？应该也挺忙的。而且公司已经安排了车送我回来。我语气温和，带着一丝倦意又体谅他的样子，眼神淡定地扫过屋里被我忽略过的地方。是啊，这个项目真的挺难啃的，晚上还要去参加酒会，我尽量早些结束回来陪你。他的声音有些无奈，夹杂着些抱歉。你忙你的，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会好好休息，好好照顾自己的。挂掉于浩的电话，我又拨给楚洁。楚洁，是我，林夕，你不用跟踪于浩了。我放在家里的监控已经证明了他的清白。是啊，我错怪他了，明天我就把监控都拆了。还有，我心里挺愧疚的。我会补偿他的。然后我沉思了一会儿，打给爸爸的老同学李叔叔。李叔叔，我是小西，有个事麻烦你一下，就是于浩的公司最近在竞标您公司的一个项目，您给个机会吗？好，我就知道您对我最好了。那我明天让于浩去公司找您。谢谢李叔叔，改天让我爸请您吃饭。我站在落地窗边，望着外面的景致。于浩，这个角度是不是能让你清晰地看到我一脸愧疚又带着些失而复得的幸福模样呢？第二天，我就找人来把家里的监控设备都拆掉了，然后很不小心的，不知道碰到了哪根线路，电闸跳掉了。5分钟之后，找到原因，修好了，鱼缸里的水又开始哗啦啦的响，几条银龙鱼缓慢地游来游去。我敛下眉眼，低头看着手机里清晰的屋内画面，然后拨电话给于浩。老公，昨天我给李叔叔打电话了，就你最近跟着的那个大项目。他说给咱们个机会，让你下午2点去公司找他。谢我干什么呀？我们不是一家人吗？等你的好消息。于浩自然喜出望外，一个劲儿地说着感谢我爱我的话。我挂了电话，安抚好了于浩，让他放松警惕，我才好继续下一步。不是于浩能在家里安装监控来反监视我，是我低估了他，也说明他这几年在社会上没白混嘛。那我现在当然是柿子捡软的捏，从他的白月光身上下手喽。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作为一个当代能顶半边天的女性，任何事都不能影响我追求事业的脚步。那是我不用哭哭啼啼，不用优柔寡断，不用前怕狼后怕虎的底气。于浩的项目进行得很顺利，有了竞标的资格。
他就开始脚不沾地地忙起来了。而在我给他搭了人情线，又拆除了之前安装的监控之后，于浩也慢慢放下了戒心。因为我从他安装在家里的监控里，终于又看到了他们的身影。这一次，两个人可没有像上次那样你来我往、彬彬有礼，而是一进屋就搂抱着啃在了一起。可能是近一段时间为了放松我的警惕心理憋坏了，两个人一路亲一路拖，激情四溢。看，事实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我的计划是成功的。可是我的心却像被人从胸腔中揪出来，撇地扔在地上，还摩擦了几脚。这李晶晶脸长得一般，身材倒是不错嘛。哎，你快看，好家伙，这姿势够辣！楚洁却是在一边看得津津有味，一边碎嘴子似的还实况解说：“你烦死了，闭嘴！”我抄起沙发上的抱枕就朝他扔过去，楚洁被砸个正着，却也不恼，习惯性的贴过来，想要把下巴放到我的颈窝处，却似想起来什么似的，以一种怪异的姿势卡在半路。我严重怀疑他小儿麻痹没好彻底。浩哥，你不是说他已经怀疑你了吗？怎么今天还把我带到家里？李晶晶云雨过后沙哑甜腻的声音打断了我跟楚洁之间的怪异感觉。放心，他现在已经全心全意地相信我了，连他爸爸的老关系都给我动用了。这么多年他都没用过他爸爸的人情线，也算是因祸得福。而且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浩伸手捏一把李晶晶白嫩的脸蛋，一脸的阴谋得逞，声音得意洋洋。我收回之前说于浩怂胆那句话，他不用借100个胆子，他能借给别人100个胆子还有富裕。那浩哥，你什么时候离婚娶我吗？别急宝贝儿，我还需要点时间筹划。我伺候他了5年，总不能空手而回吧？于浩冷笑，合着这么多年他对我的真情切意、虚怀温暖都是装出来的。这么多年他打官司可没少捞钱，要不是为了你，我还真舍不得砍掉他这棵摇钱树。浩哥，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了，还有我们的孩子。他拉着于浩的手，附上了他的小腹，却又缓缓地压着男人的手指，一路向上，划过微微凸起的腹部，划过柔软的洁白小衫，最后放进了自己的嘴里。呜咽一声，抬眸楚楚可怜又勾魂地望着于浩。于浩低吼一声，又翻身附了上去。我关掉视频。如果说李晶晶的声音让我恶心，那么于浩的话就让我冷得发抖。我爱过的人，竟如同一条阴冷的毒蛇般，丝丝地在我枕边吐着信子。蛰伏这么多年，等着给我致命一口。别怕，我在。一只手臂横空出现在我身前，搂住我。我条件反射地弯腰，然后抡臂向前一摔，一声惨叫从沙发前的地面传来。楚洁躺在地上，伸出兰花指，颤巍巍地指着我：“林夕，你个变态，你是不是摔错人了？跆拳道黑带是闹着玩的吗？这可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手艺了。”我站起身，蹲在他面前，伸手捏捏他俊俏的脸蛋。楚洁，我说过100遍了，别在我身后偷袭我。事已至此，我对于浩再无一丝夫妻之情。你既做了初一，就别怪我来做15。呵呵，我可不是个软柿子，我可能是块硬骨头，不但啃不动，还容易崩了牙。楚洁双肩一抖，打了个哆嗦。母老虎要发威了。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又整洁如新。站在地板上，看着我精心布置的家，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变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我自己，脑子里却很热闹。视频里2个人的影像无休无止的循环播放。我握了握拳头。于浩，
你带给我的伤害和耻辱，我都会加倍还给你。于浩准时下班回家，还给我带了我爱吃的西城的甜品，我也不跟自己过不去，面上呈出一副喜欢，倒是真心的享受起这美食。书上说，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没了爱，我还有美食能饱一饱口福不是？最近辛苦了。于浩站在我身后，轻柔地捏着我的肩膀，我闭了闭眼，紧了紧拖着蛋糕盘子的手，忍住了没扣他脸上去。还好，习惯了，他的手却顺着我的肩，缓慢地向下，到手臂，又轻捏住我的腰，身体已经将我半抱在怀里。就在他低头要吻我的时候，我不自觉地一哆嗦，手里蛋糕一滑，整个糊到了他脸上。请原谅我，终究还是没忍住。于浩以为我是真的没拿住，伸手宠溺地捏捏我的脸，无奈地笑：“小坏蛋，你等着。”然后拿了衣服去洗澡。我心疼地看着沾了他脸皮的蛋糕，得了，现在爱和美食都没有了。然后于浩洗得干干净净的，兴致盎然的又要扑上来的时候，我笑得一脸无辜：“我大姨妈昨晚来了。”哦，他泄气般的叹口气，摸摸我的脑袋：“那早点休息，爱你宝贝。”我看着他转身出去的背影，深深觉得奥斯卡欠他一个小金人儿，然后给楚杰发了一条信息：“楚老板，开始 B 计划。” Yes, Madam。 楚杰回了个敬礼的表情，心情甚是愉快。第二天于浩去上班，我在家休息。楚杰给我实时更新着于浩车载记录仪的最新信息。我快速掠过两个人亲亲我我腻腻歪歪的画面，很快找到有用的信息：“浩哥，借我100万吗？我的一个老乡最近跟着投资了一个项目，狠狠地赚了一笔。我要是能跟着他也赚一大笔，那我就可以挺起胸脯进你的家门了，省得你妈妈总嫌弃我。你浩哥跟个铁公鸡一样，能借给你10万都算你们感情深一口闷。”我冷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不知道搭进去多少钱，而他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捂着自己的钱袋子。果然，于浩一听借钱，马上就拉下来脸：“你个女人懂什么投资？乖乖给我把儿子生出来，让我妈抱了孙子。”他一高兴，可不就欢欢喜喜的让你进门了吗？可能觉得自己的语气太重了点，又低声哄道：“你乖，好好养胎，赚钱的事就交给你男人我，有我在，少不了你们娘俩吃香的喝辣的。”于浩果然没让我失望，他掏出手机，给李晶晶转了个13140，拿这个去买点你喜欢的东西，等我把手头的事忙完了，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李晶晶收了钱，这才不嘟着嘴了，应了声好。但是我分明看见她眼底的不甘心，有野心又没啥脑子的女人，我最喜欢了。李晶晶的老乡继续赚钱，赚了钱还请她吃大餐，然后低调地炫耀她又赚了多少，又买了几个名牌包包，又不经意地扯了扯身上香奶奶上万块的新款真丝连衣裙。李晶晶的眼睛羡慕地盯着裙子，又扫到老乡身边的品牌包，手指紧紧地攥在一起。明明她没有自己好看，明明她也不如自己聪明，明明她从小到大都是自己的跟屁虫，可是仅仅因为她运气好，找了个愿意替她投资的老男人，现在就轻易拥有了那么多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这女人啊，谁有钱都不如自己有钱。老乡一边擦着口红，一边瞟了一眼衣着普通的李晶晶：“晶晶，你也是傻，青梅竹马有什么用？钱还不是把在人家自己手里头？就算你肚子里有了他的种，你想想，万一以后他再遇到一个更漂亮的女人呢？”李晶晶吓得一身冷汗，她可是知道自己怎么走到这一步的。那些不要脸的小狐狸精，万一也贴上来，
他岂不是又没了人，又没了钱？那我没钱怎么投？李晶晶焦急地问。没钱，没钱就去找钱喽。老乡斜眯他一眼，然后把嘴凑近了李晶晶的耳朵。李晶晶一边听一边点头，眼里凝聚着越来越贪婪的光。隔壁桌的男人起身结账，路过两人桌边的时候，与美女老乡隔空短暂对视一眼，然后走出了餐厅的大门。小西西，一切顺利哦。于浩开始还因项目进展顺利而说话都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可是最近却突然暴躁起来。我甚至在半夜还能听到他在客房低声咆哮：“都说了不是我借的钱，你们再打电话骚扰我，我就报警了。”我笑了笑，闭上眼睛睡了这么久以来第一个安心的觉。楚杰时不时地把最新的消息汇报给我。今天小贷公司已经开始催于浩还钱了。于浩报警了，可是小贷公司提供了他借款的身份证复印件，甚至他的工作证明。哦对，还有他本人的亲笔签名。李晶晶这女人脑子不怎么聪明，坑人却是有一手。借了多少？150万吧，可够于浩这小子喝一壶的了。每一句话后都要有一个坏笑的表情包，再配一段楚老板幸灾乐祸的笑得露出8颗大白牙的颤抖解说语音。我知道于浩已经开始转移我们的共同财产，我还知道他最近在搜集我的出轨证据，他一直都怀疑我跟楚杰有一腿，可惜他没时间了。他已经被他的白月光的无脑投资行为整得焦头烂额，他不敢太声张。在小贷公司把一纸合同拍在派出所桌子上的时候，他就知道那是他未来儿子的蠢妈干的好事，而这个蠢女人现在还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对质。他咽了这个哑巴亏，决定私了还钱，只要工作不丢，只要他的名声能保住，他就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东山再起。可是我怎么会让一个欺骗我5年感情，又勾搭前任的渣男有喘气的机会呢？我请了我的婆婆来，别看我婆婆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农村老太太，她可能不认字，可能连街和路都分不清，但是若论到撒泼骂人耍无赖，那可是万里挑一的。我哭哭啼啼地诉说了不要脸的前女友勾搭于浩，又坑了他儿子一大笔钱的经过。听到李晶晶勾搭于浩，老太太脸上还算稳妥，还安抚我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生气。男人偶尔犯一次错误，只要他真心改了，就原谅他，好好过日子云云。在听到坑了他儿子 150W 的时候，好家伙，直接抄起鞋底子就奔着李晶晶工作单位去了。我自然不能让一个老太太自己去，万一再迷了路怎么办？我好心的开车把她送了过去，然后就见老太太矫健地冲进李晶晶的公司，一把抓过了她的头发，一边用鞋底子抽她，一边骂着破烂、贱货、臭不要脸的婊子。李晶晶一脸懵逼地被抽肿了脸，才哇哇大哭着喊着：“哪来的疯婆子，快报警，要打死人了！”然后手也快速伸手薅向于老太的花白头发。于老太虽然上岁数了，但是做惯了农活，跟个年轻的李晶晶互撕，两个人竟然一时半刻不分上下。警察叔叔真的挺忙的，刚忙活完于浩被小贷催债，又忙活他老娘痛殴小情人。我欣赏了一下两个人撕逼的场面，又拍了几张照片留作纪念，然后扬长而去。剩下的烂摊子就留给于浩去焦头烂额吧。这俩女人可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个是生养他的把钱看得比命都重的老子娘，一个是坑了他但肚子里怀着他种的旧情人。祝你们最终成为一家人，相爱相杀。我轻车熟路地拿出所有的证据，起诉离婚，然后我又出差了。
是真的出差，事情告一段落。等待离婚的期间，我当然还得继续干活。说实话，我还挺喜欢我现在的职业的，尤其喜欢代理女性离婚诉讼案件。我把那些出轨的男人虐了一遍又一遍。就在我快意恩仇的日子里，于浩也收到了律师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自然是千错万错请求我的原谅。可是我能原谅他吗？我能跟他一起背债养情人的儿子吗？当然不能。我看笑话还来不及呢，证据确凿，法院直接判了离婚。我拿到离婚证之后，体贴地给他的父母打了个电话，歉意地说：“感谢二老这么多年待我如亲生女儿，恐怕以后不能再叫一声爹妈，不能再过年过节尽孝，望他们二老多多保重身体。”婆婆在电话那头哭天抹泪地骂着杀千刀的不孝子，还有勾搭他儿子的狐狸精。她失了我这棵孝顺安分的摇钱树，自然是要伤心一下的。我很体谅她，出来庆祝一下。楚洁的电话也随后就跟了过来。不去，有什么好庆祝的？谁离婚了庆祝？我懒洋洋地躺在舒适的床上，不好意思，我把家里的床品连同床都重新换了个遍。新床就是舒服。林夕，你过河就拆桥是不是？楚洁提高了音量。我就拆了你这座桥了。怎么的？你能打过我吗？我手指握拳，嘎嘣嘎嘣地掰出声。呵呵，行，林夕，这辈子你就欺负我吧。楚洁愤愤地挂了电话。半个小时后，开门。我打开门，看着这个娃可怜兮兮地拎着打包的菜和啤酒。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楚洁一边嘟囔着，一边在餐桌上摆好了饭菜。谁让你非要庆祝我离婚？我叹口气，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分手快乐，伤筋动骨啊！你听，楚洁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一个动听又熟悉的女声传来：“您已偏离路线，已为您重新规划，请在合适的位置选择掉头。”这个坏蛋！我仰起了头，猛灌了一口酒。这要叫人知道，我听一句导航听哭了，得多丢人！可是人生啊，无论多苦多痛，都不是终点。真的，你停一停，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掉个头，也许就是新生。我举了举杯，谢谢你。楚洁举杯跟我碰了一下，以身相许。呵呵，你打得过我？林夕，你给我出来！当于浩怒发冲冠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听一位女士咬着后槽牙诉说小三儿竟然抱着孩子来逼她退位，这真是欺负到姥姥家了。最近我的声名鹊起，竟然一时成了行业翘楚，女性离婚案件的首席代言人。我看着愤怒到头发都根根立起的于浩，示意小助理把女士先带到会议室去等我。你说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设计好的？我无视于浩拍桌子瞪眼睛，慢条斯理地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楚洁这厮竟然都管到我办公室来了，愣生生收买了我的小助手，撤掉了咖啡，天天盯着我喝枸杞大枣菊花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于先生。听不懂？难道不是你找人给李晶晶下套，让他拿我的身份证、我的工作证明去借小贷，然后他们卷铺盖跑路了？我欠了一屁股债。他额头上青筋暴起，看来真的气得不轻。于浩，你要搞清楚，骗你的是李晶晶是你的前女友白月光，骗他的是他最信任的老乡。你出轨，你绿我，我没找你算账，谁给你的脸跑到我这来大吵大闹？我站起来，冷冷地看着他，他一时被我噎住，张了张嘴，愣是没再说出一句话。万事凭证据说话，都不是小孩子了，嘴巴一张一合你就是道理，过家家玩呢。我跟你结婚，
跟你结婚5年，最后落得人财两失，那是我林夕眼瞎。我认。我走到他跟前，踩着8厘米的高跟鞋与他平视。但是不代表你这个渣男现在还可以随便欺负我。要不要我给你公司领导还有同事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就是一个人渣，一个败类？你，于浩惊恐地用手指着我，半天你不出来一个屁！我还有更刺激的呢，包括但不限于你们俩在我的房子里、我的床上干的龌龊事，给我逼急了。我会让你在现在的公司都混不下去，收拾收拾滚回你老家去。我念在夫妻一场，他虽绿了，我又图我钱财，但我也报复了回去。我并不想赶尽杀绝，但是你要是没脸没皮没眼力，见地可劲儿撩扯我，那可就对不住了。于浩垂头丧气地走了，这就算是个哑巴亏，他也得捏着鼻子认了，毕竟欠了钱，他还可以去赚。以他现在的能力，也就是3、5年的事，当然前提是他的老娘不闹弟弟安生。前女友嘛，愿意陪他同甘共苦喽。但是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可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楚杰刚到玻璃大门，那还没来得及溜去跟小助理咬耳朵，就被我拎到了办公室，按到了墙上。楚杰，你不会把于浩的钱给私吞了吧？我一手抓着他的领子，一手按着他的胸口，那可是犯法的。就算他是我的 double 竹马，我也会大义灭亲。小西西，你这么看不起我吗？小爷好歹也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好吗？就算不靠爹，我自己混这几年，我也能买2个咱俩的婚房了。我看得起他那么点钱吗？他嘴上不饶人，身体却乖乖地贴着墙壁站着，任由我仰着头，气势汹汹地逼问他。哦，也对，我松了手。他略带遗憾地瞥了我一眼，还以为你会来个壁咚呢，害人家白白紧张了半天。我笑了笑，活动活动手腕，好像手有点痒。于浩自那天起就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我也不再去想他是否被催债的追得如过街老鼠，是否与前女友再续前缘，我也不再恨他了。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是为了爱你，而有些人的出现则是为了让你成长。倒是于浩的妈妈，我的前婆婆，给我打过几回电话，一直絮絮叨叨念着我的好，说现在于浩也不孝顺他了，不给他钱了。我一笑置之。晚上我妈打电话让我回家，我一进门就被一屋子的人给吓住了。楚杰西装笔挺含笑地看着我，楚爸爸和楚妈妈也是大包小包的礼物把客厅堆成了山。这是提亲来了。我略微红了脸，虽然楚杰那小子整天吊儿郎当的痞，但是当老公也不是不可以，毕竟他那张脸还是看得过去的。可是我刚刚离婚，这是不是太突然了点？楚妈妈站起身，一把拉过我，坐在她身边，慈爱地拍着我的手说：“西西这孩子，打他小时候我就喜欢，我就知道能治得住这皮小子的只有他了。这是阿姨的一点心意，感谢你让他浪子回头，到他爸爸公司来子承父业。我们都老了，折腾不动了啊！这闹了个大乌龙。”我的脸更红了，扭头瞪了楚杰一眼，这傻子又搞什么事了？我决定回我爸公司去务正业了。楚杰懒洋洋地站在楼下，靠着车门，不干侦探了。我狐疑地去摸他的脑袋，也没发烧啊。侦探破案不是你的梦想吗？现在我的梦想变了。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我扬起脸看着他，他这么高了呀，白皙的脸在月光下好像泛着光，眼眸里是揉进了满天的星星吗？叔叔阿姨说，我接手了家里的公司，他们就同意把你嫁给我。我老脸一红，你是个傻子吗？少年，娶我用得着去接手公司？再说这不太像我爸妈能说出来的话。
你确定不是被4位老人合伙耍了吗？我乐意。他有些不高兴地看着我。我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而且管理公司不是也能跟你近一点？毕竟公司的法务部有时候是需要律师过来助手的。想得真挺远。据说你刚去公司得从底层做起，咱俩的部门八竿子都打不着。嘻嘻，这次我可哪也不去了，我就在你身边看着你，陪着你。我差点把你弄丢了。他起身抱住了我。奇怪，我怎么挣脱不开？忘了告诉你了，我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学了4年散打。他把头埋在我的肩膀里，闷笑出声：呸，扮猪吃老虎的狗东西，难道不是我根本就不想挣扎吗？我窝在他暖暖的怀里，第一次觉得有个竹马也挺好的。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结婚前一天，我突然有了读心术。当时我和陈毅正像往常一样占据着大床的各一角，互不打扰，各自安睡。突然，我听到陈毅语带委屈地说：“我好想妙妙摸摸我呀，我好冷啊。”昏昏欲睡的我翻过身，顺手摸了他一把。陈毅不自觉地往我这边靠了靠。太舒服了，好想翻肚皮呀。一阵奇怪的感觉漫过心头。陈毅待我冷漠，我们感情也并不好，他从来不会跟我说这样轻易的玩笑话。想起有次我主动挽他的手，都被他冷冷地甩开了。这下我被彻底惊醒了，猛地睁开眼睛，摁开台灯，转身死死地盯住陈毅。只见陈毅像被突然亮起的灯光刺了眼，他轻轻皱了下眉，揉揉眼睛，微微睁开。怎么了？我歉意道：对不起，我去个厕所，你快睡吧。陈毅点点头，闭上眼睛。他的睫毛轻轻颤动，微黄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宛若神指。我贪婪地注视着他，这张脸让我看100年，我都不会厌。他真好看，可惜他不爱我。刚刚大概是我在做梦吧。我叹了口气，刚想下床，就听见双唇紧闭、已然入睡的陈毅说：“妙妙跟我这么疏远啊！”我心痛的都要死过去了，我惊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要不是我赶紧捂住嘴巴，这会儿我已经叫出声了。他明明没有张嘴说话呀，是我太渴望他的垂怜产生了幻觉，还是我有了读心术？我们将会在湖心公园举办户外草坪婚礼，只邀请双方最亲近的亲朋好友，连我的婚纱也不过是陈毅在网上买的250块包邮款。我们对外说是因为我父亲身居要职，一切从简，其实不过是陈毅舍不得花钱。他说钱要花在刀刃上，婚礼这些都是虚的，给外人看的，没必要多花钱。我微笑着点头，我要懂事，人不能贪心，能嫁给陈毅，我已经心满意足，不应该奢求更多了，不是吗？我爱了陈毅6年，上高中时，他就是全校人的偶像，他总是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各项比赛。他帅气，成绩永远是第一，他从头到脚闪着耀眼的光。他身上的每一点都是我心中爱人的模样。我一直以为他是我心底的一个梦。我太普通了，身高、体重、相貌、学业、能力，样样中不溜丢，把我扔进人群，估计一下就找不到了。唯一能让我有点存在感的，就是我有个身份显赫的父亲。大学毕业那年，父亲托关系给我找了份清闲的工作，收入不错，离家也近，挺好。听同学说陈毅去了大西北，我听了很疑惑，不知道他为啥跑那么远。后来有天，陈毅突然就从高中班级群加了我微信，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心中知道不可能，却还是隐隐期待。陈毅跟我寒暄了几句，叙叙当年同学情，
就提出要给我寄土特产。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在床上打了几个滚，却还是矜持地回应他不用麻烦了。我也顺带提出了我的疑问：你怎么跑那么远工作呀？嗨，别提了。陈毅跟我大倒苦水，原来他是西北人，户口也在那里。初中时他爸妈到我们市打工，投奔亲戚，他就跟着过来借读。他大学念的是定向专业，毕业后是按户籍所在地分配，于是他回到了老家西北边陲。陈毅在我们京市待了多年，再回去完全水土不服，加上没有人帮他走动，分给他的岗位也不好。妙妙，能不能让叔叔帮我想点办法？陈毅说的声俱泪下，我无法拒绝。这是说难也不难，难的是以什么身份办这个事。如果以子女配偶的关系调动工作，随迁户口，一切就都顺理成章。我支支吾吾地跟陈毅说了，陈毅半点都没考虑。妙妙，我们结婚吧。幸福瞬间砸晕了我，平凡的我竟然可以跟浑身闪着光的偶像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自己赚到了，朋友们也都纷纷祝贺我找到了心中的白马王子。我听了嘿嘿傻笑，满脸幸福。既然已经得偿所愿，又何必计较那些细枝末节呢？跟妆师帮我穿上那件梦寐以求的限量款婚纱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在做梦，这一定是我此生最美的一刻。镜中的我满面含羞，皮肤白里泛起淡淡的粉色，身上层层叠叠轻纱弥漫，绚烂耀眼的大拖尾将万千星辰铺满了裙摆。1个月前，我和陈毅逛街时，在婚纱店的橱窗里看到过这件婚纱，当时我就被惊艳到了。当然价格也很惊人，打折后也要12000元。陈毅不由分说地拉我走，他说这也就能骗我这种爱做梦的小女生，什么婚纱要卖1万多，其实我自己也能消费得起，毕竟婚姻一生只有一次，谁不想做最美的新娘呢？但是我不能，我得照顾陈毅的面子。后来陈毅亲自在某宝购物网站给我挑了件250包邮的婚纱，所以现在婚纱是拿错了吧？我问跟妆师，没错没错。跟妆师笑眯眯地说，是你老公给你准备的惊喜哦。然而惊喜不仅仅是这一件婚纱，婚礼场地上无数朵白色紫藤花从树枝垂下，浅紫色的花艺做装饰，宛若走进了人间仙境。地面上铺满了白色的花瓣，通道两侧是翠绿色枝叶点缀着粉色的玫瑰，非常梦幻。站在我对面的陈毅向我深情告白。婚礼现场都是我和朋友们亲手布置的，虽然条件有限，但还是想努力帮你实现梦想。我感动不已，还没等父亲把我交给陈毅，就猛地扑进陈毅怀里，紧紧环住他的腰。掌声雷动，众人欢呼，我却清晰地听见一个激动的声音，差点震破我的耳膜。妙妙抱我了，她好香啊！我现在非常确定以及肯定，我就是拥有了读心术，早点给我这神奇的玩意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误会陈毅了。我喜极而泣，原以为不过是一厢情愿，现在看来，我爱他痴狂，他也同样爱我。陈毅冷漠的外表，不外乎是他对自身家境的不自信。这个傻瓜，他什么样子我都爱他呀，最美不过是双向奔赴，此生何求？我主动吻住了陈毅的嘴唇，接着我又听到了他的心声：妙妙亲我了，他亲我了，我死了死了死了。我轻笑了下，这个呆子，接着又重重亲了他一口。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爬起来给陈毅熬了他爱喝的皮蛋瘦肉粥，切好小菜，还跑下楼买了油条呢。陈毅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却一言难尽，不会是盐放多了吧？我尝了一口，还行啊。
我疑惑地问：“不合口味吗？”“没有，很好喝。”陈毅慢条斯理地喝着，但紧接着我就听到了他的心声：“这什么早饭呢？稀饭、油条、榨菜，没一样能吃的，老子要吃肉啊！”我吓了一跳。陈毅虽不是素食主义者，但过惯苦日子的他节约惯了。单位食堂伙食也不错，可以打牙祭。他曾经要求我1周买1次荤菜就可以了。我想了下，试探着问他：“妈昨天带了些烧好的猪肘子过来，要不要拿来吃？”陈毅淡淡的嗯了一声，心里却在大喊：“还不赶快拿过来！我快饿死了！”我赶紧把猪肘子端上桌。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就去接了个电话。不过5分钟时间，再回来，碟子里面的5个猪肘子已经吃了3个。陈毅甩开膀子大口咀嚼，恨不得连骨头渣都吞进去，吃相着实恐怖。他的侧脸还粘着酱汁，跟他平时的斯文形象大相径庭。陈毅似乎感受到我惊讶的目光，他开始放慢动作，愣是收回了伸向第4个猪肘子的手。“不吃了吗？”陈毅擦干净手，点点头，“吃饱了。”但我很快就听到他的内心在咆哮：“啊呀，不能吃了，被妙妙嫌弃怎么办？”可是我还没吃饱啊，听得我差点掉下泪来。陈毅才24岁，185的大个子，多吃点肉怎么了？以前吃的少，无非是为了在我面前保持形象，怕我看清他。我把剩下的2个猪肘子一股脑地夹进他碗里，并给他找台阶：“都吃了吧，冰箱东西多不好放了。”看着疯狂吃肉头都不抬，心里大叫着好吃的陈毅，我笑得合不拢嘴。有句话怎么说的？男人表面上看起来成熟稳重，实际上你走近他，就会发现他也有弱点，他也很脆弱。当他深爱了，这些弱点才会不自觉地暴露。此时我毫不怀疑，陈毅就是这样。感谢老天让我能读懂爱人的心，我爱他，他的不自信，他的顾虑，我都会一一为他抚平。吃了早饭，我们就带上礼物去了我爸妈家。我妈和阿姨准备了一桌子好菜招待我们。陈毅一改往常的清高，和长辈们谈笑风生，又主动敬酒，气氛很是愉快。趁着我去厨房的时候，我妈用胳膊肘碰碰我：“小陈这孩子今天还挺上道。”我妈一直不喜欢陈毅，要不是我非陈毅不嫁，她根本不可能同意。我妈觉得陈毅就是典型的凤凰男，门不当户不对还是次要，主要是他自命不凡，其实没多大本事，人还阴沉沉的没个笑脸。今天陈毅的表现确实让他改观不少。正说着，门口隐约传来几声狗吠声。糟了，这2天我太开心了，都忘了提醒张姨，让她迟点再带大黄回来。大黄是我妈养的金毛，非常粘人，就喜欢往人跟前凑。可惜的是，陈毅不喜欢，确切地说，陈毅不喜欢任何动物，他嫌动物脏还掉毛。幸好大黄是我妈养的，不然陈毅非逼我送走不可。我和陈毅恋爱那会，每次来家里，没眼力见的大黄都喜欢往陈毅身边靠，向他摇尾巴。有次陈毅烦透了，一脚踹在大黄鼻子上，大黄惨叫一声逃走了。再后来一看到陈毅就躲得远远的。门从外面被打开了，张姨牵着大黄走进来，给他解开了绳子。大黄一进来就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我怕陈毅不高兴，赶紧向餐厅走去，打算让大黄进笼子里。惊人的事情却发生了，大黄不知怎地突然狂躁起来，朝着餐桌大吼大叫，然后猛地向陈毅扑了过去。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就将陈毅扑倒在地，呲起了锋利的牙齿，眼见着就要咬人。陈毅吓得大叫救命，
众人惊叫着过去，想将大黄拉开，大黄却一改往日的温顺，发出呜呜的低吼声。100来斤的大黄力气实在太大，最后我跟我爸妈、舅舅几个人合力，才把它硬拖进了笼子里。然而进了笼子的大黄也骚动不安，汪汪大叫，头硬往笼子上撞，恨不得冲出来。我赶紧将面色苍白的陈毅扶坐在沙发上，陈毅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我妈递了杯热茶给陈毅，让他压压惊。陈毅嘴上说着没事，但我却听到他心里在暴走。妙妙，我怕死了！要是我被那臭狗咬死，就不能跟你长相厮守了。妙妙，我好想哭啊！你摸摸我头吧。我抱住陈毅，摸摸他的脑袋，安慰他：没事了，没事了。亲戚们在一旁也惊魂未定。你们家这狗也太凶了，不能养了吧？大黄今天确实太反常。我妈养它5年，从没扑过人，只有以前扑过猫。它又一贯害怕陈毅，怎么会主动攻击？而且陈毅也不怕狗啊，他长期锻炼，体格结实。平日里要是大黄敢如此造次，陈毅真能把他打死。我侧过脸，看向靠在我肩头，仿佛无比虚弱的陈毅，觉得古怪极了。虽然发生了些小插曲，但是婚后陈毅对我的态度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甜蜜的婚后生活让我放下脑中的疑惑，把这些怪异之处归咎于我突然有了读心术，了解了陈毅的内心需求。这天晚上陈毅洗澡的时候，我看他手机震动了起来，是妈。我叹了口气，我这个婆婆是无事不登3宝殿的，每次打电话来不是要钱就是要物，偏偏陈毅是孝子，又好面子，为了让他那些亲戚觉得我们过得好，什么都会应下来。我们婚前他爸说是要在老家盖房子，缺20万。我是觉得他们一家都在京市，老家也不住，没必要弄。但是陈毅说那是生他养他的爸妈，再说老家哪个不盖房子，不容智慧的在我这拿了20万去。陈毅出来给他妈回了个电话，没说2句，他就皱起了眉。小舅舅才初中文凭，怎么可能安排到事业单位？行了行了，我会给他注意看看有没有保安的工作，你们就别添乱了。挂了电话，陈毅拉着我去睡了。不过以我的了解，我公婆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容不得我多想公婆的事。我就听到了陈毅的心声，好想抱着妙妙睡哦。可是我突然抱她，会不会很奇怪呢？我脸一红，滚进陈毅怀里，双手环住他精瘦的腰身，吻了吻他的喉结。老公，我爱你。陈毅不说话，心跳却如鼓声般猛烈。我听到他的心在雀跃。妙妙，我也爱你，一直都爱你。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爱上你了。我扑哧一声笑了。最后一句话我可不信，高中时候他就没看过我半眼。哼，在心里都骗我。不过我还是好开心好开心。陈毅家里的事我都不在乎，只要我们俩相爱，一切都不是问题。第2天一大早，我和陈毅还躺在床上，砰砰砰一阵重重的拍门声把我吵醒了。我微微睁开眼，看了墙上挂着的闹钟，才7点。谁呀这是？轰轰轰的敲门声更大了，像是有人在大力撞门。看着闭着眼皱起眉头，似乎很快就要醒来的陈毅，我赶紧爬下床，带上房门出去。怎么才开门？累死我们了！我一开门，公公婆婆和小姑子就穿着外面的鞋直接闯了进来。公公大辣辣地往沙发上一坐，摸着沙发赞叹：“嘿，这真皮沙发就是不一样，舒服。”婆婆一一打开客厅的一排矮柜，惊喜地说：“这么多好东西，装得这么满，怎么吃得完？”说着，
他拖了几个礼盒出来，冲公公喊：“老头子，别坐着了，快过来看看有什么要带回去的。小姑子这里看看，那里转转。”然后走进了洗手间，拿起我的护肤品，都是名牌货呢，一瓶都要1000多块。婆婆蹲在地上翻看柜子，头也不抬，喜欢就都拿走。你嫂子用不完，又来了。他们每次来都是这样，空着手来，到处翻，也不问一声。走的时候带的是大包小包。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没遇过这样的亲戚，但他们是陈毅的父母。妹妹，我能说什么呢？之前我旁敲侧击地跟陈毅提过，陈毅立马光火了，质问我是不是看不起他父母，说看不起他父母就是看不起他。我不想为这些跟陈毅不愉快，于是我不再说什么。我无可奈何，只能笑笑，去厨房给他们倒了茶，免得陈毅说我待他家人不周。婆婆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咋呼着：“妙妙啊，你让你爸给陈毅他小舅弄个铁饭碗呗，事业单位啥的我看就挺好。”我笑笑，我回去跟我爸说说。这时陈毅从房间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没睡好，面色不善。陈毅扫了他们一眼，没好气地说：“怎么不换鞋就进来？妙妙昨天刚打扫的。”公公从柜子里取出一条软钟，拆开点燃了一根，抽了口。没事，女人家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婆婆站起来，指指脚下那一摊子：“你待会送我们回去吧，这些我们拿不了。”陈毅脸色越发铁青：“爸妈，以后你们过来先说一声，该孝敬你们的我不会含糊，但是你们可不可以尊重我们？还有，别给妙妙他爸添乱了。小舅他根本不符合条件。”屋里的几个人都愣住了，像是不认识似的看着陈毅。他一贯是对家里有求必应的，这下可不得了了。公公气得暴跳如雷，指着陈毅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个不孝子，刚结婚就忘了爹娘是吧？我让你忘了爹娘！”说着，公公顺手抄起桌上的书就朝陈毅砸去。我跟婆婆赶紧上前拉，公公又扑过来捶打陈毅，一时间乱成一团。最后，公婆带着小姑子恨恨地走了，临走还不住地骂陈毅娶了媳妇忘了娘，忘了本。陈毅握住我的手：“对不起妙妙，给你添麻烦了。”我简直受宠如惊，陈毅竟然如此维护我，维护我们的小家。同时也有深深的疑惑，陈毅可是出了名的孝子啊，这转变未免也太快了吧。我总觉得是哪里不对。下班时候刚好遇上超市打折，我想了想，买了点中老年健康礼盒，打算到公婆那跑一趟。上次闹得不欢而散，我让陈毅去道个歉服个软，他也不肯。陈毅无动于衷，我却不能当作不知道。我知道他都是为了我，我也不能让他难做。又买了2袋子猫粮和猫罐头，小黑肯定馋了。小黑是我去年在猫贩子手里救下的流浪猫。那天我和陈毅在商场吃过饭回来，在步行街上看到地上摆放着一排笼子，笼子里没有粮食，也没有水。当时小黑已经趴着不动了，眼睛都睁不开了。我知道我要是不带走它，它撑不过那晚。当时猫贩子看我喜欢，狮子大开口要1000块钱。他说病死就病死，反正少1分都不卖。陈毅拽着我就要走，他说脑残才会花1000块买土猫，还是个病猫。一向对陈毅千依百顺的我却怎么都不肯走，最后甩开陈毅扫码付款，抱走了小黑。气得陈毅骂我是神经病，把我甩在路上就走了。我哭着抱着小黑去了宠物医院。医生给小黑输液的时候，我就握着他的爪子流泪，心里默念：“你可一定要好起来呀！”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跟陈毅可能就真的走不下去了。医生给小黑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哭了一夜，为小黑，也为我的爱情。
可没想到，第二天小黑就睁开了眼睛，还努力挣扎着站起来想蹭蹭我，连医生都说这是奇迹。小黑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我天天去医院看他，给他带好吃的，他馋得很，一吃肉酱就开心的翻肚皮。小黑还很聪明，好像听得懂人话。医生说他肠胃还很虚弱，要少吃肉。小黑听了就爬起来冲我喵喵叫，还冲医生哈气，好像在说我好得很，谁敢不给我肉吃。那几天陈毅都没有联系我，我也没有联系他。就像有句话说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委曲求全也终不能圆满。也许我应该放手，我状态很差，以泪洗面，要不是小黑陪着我，我可能也撑不下去吧。小黑一见我哭，就用他毛茸茸的身子蹭我的脸，好像想帮我擦干眼泪一样，还用他那粉色的舌头舔我。我知道他是不想看我哭。接小黑回家的那天，陈毅来了，他拉过我的手，说我心狠，还真为一只猫就不要他了。陈毅对我一向强势，他已经稍稍放低姿态来哄我了，加上我也舍不得这段感情，那我就顺着台阶下吧。陈毅讨厌动物，本来我是想把小黑养在我爸妈家的，可惜我妈养的大黄容不下他，对他又踢又咬。看着吓得发抖，直往我怀里钻的小黑，我无奈地接受陈毅的提议，养在他爸妈那，反正我会经常带好吃的过去，这样也可以吧。我提着礼物来到公婆家，给他们道歉。公婆虽然还有气，收了礼物也不再说什么。对了，小黑呢？我环顾了四周，都没看到他的影子。以前一看到我，他就要跳出来粘人的。谁？公公剔着牙，咽下一块鸡肉。我的小黑猫。我提醒公公，嗨，我当是什么呢？公公灌了口白酒，咂咂嘴说，早跑了，就上回他咬了陈毅一口。陈毅追着他跑出去就没再回来。公公后来说什么我没听。我不顾婆婆的劝阻，站起来就往外面跑。小黑他才半岁，还是个孩子，他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离了家他可怎么办？我急得满头大汗。猫一般不会跑远，它应该还在小区里。我楼上楼下跑了几次，天台、地下室都找遍了，都没有它的影子。最后我沮丧地蹲在楼道口，无力地闭上眼睛。突然听见陈毅的声音，我睁开眼抬头看他，小黑跑了，我找不到他了。说着，我鼻子一酸，就要掉眼泪。陈毅拉过我的手安慰我，他说他会给我再买一个。我终于忍不住落泪，再买一个也不是小黑了呀。陈毅牵着我的手往回走，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好像很雀跃的样子，非常明显。他就这么讨厌小黑吗？仔细想想是没错。自从我买小黑又给他治病花了几千，陈毅一直看他不顺眼。走出婆婆家小区的时候，我听到了2声猫叫。我顺着叫声看，草丛里那个身影是小黑，他明显瘦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心疼地赶紧走过去，陈毅却拉住我不让我过去。紧接着，一向粘人的小黑突然发出一声怪叫，目露凶光，猛地向我和陈毅扑过来。陈毅反应很快，迅速把我的背往下压，小黑就整个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然后转身又反扑，那凶悍的样子我简直没法形容。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小黑，不，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凶的猫。而陈毅也简直敏捷得令人难以置信，带着我左躲右闪，小黑硬是无法近身。就这么2人一猫对峙了好一会，小黑突然又跳起来袭击我们。只见陈毅重重地飞起一脚，把小黑踢得老远。小黑惨叫一声，跳进草丛不见了。陈毅面对着小黑逃走的方向，并没有说话，
但我听到他的心声狠厉无比，不准再回来，妙妙现在是我的了。而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的心轰的一沉，失去了所有反应。你这具身体现在也是我的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呆愣在原地。待我回过神来，陈毅已把我拽上了车。一路上他开得飞快，嘴唇抿得紧紧的，车里的气压低至0点。他大概以为我是因为猫跑了生气了，好半天才斟酌着开口：妙妙，你也看到了，那只猫在外面待野了，已经不适合家养了。再说这种黑猫长得都差不多，也不见得是你那只。见我不吭声，他伸过手拉住我的，轻声哄着：你要是想养猫，我陪你去宠物店买个性格好的，好不好？我看着陈毅的嘴巴一开一合，开始思考。不，他不是陈毅。如果是陈毅，他只会大声斥责我不许养，不会这么慢慢给我讲道理说服我，也不会这么照顾我的感受。他不是陈毅，以往的一切变化就似乎都有了解释。可是他到底是谁？他想做什么？一阵恐惧袭来，一直到回了家，我也没说一句话。我默默地爬上床，背对着陈毅，脑子里嗡嗡响：他不是我老公，那我老公在哪里？突然，身后的大手将我捞在怀里，他的下巴抵住我的肩膀，瓮声瓮气地对我说：妙妙，你怎么不理我？你是生气了吗？你别不理我，你不理我，我好害怕呀。是我错了，我不该瞒着你小黑逃走的事，你打我吧。说着，他把我翻了个身，捉起我的手往他脸上拍。我挣扎着抽回手，他再按住我。你不打就证明你不肯原谅我。我忍不住捶了他一下，眼泪也掉了下来。我真的很怕，心里也很乱，可又无法跟任何人倾诉。说陈毅不是陈毅，这么匪夷所思的事，谁会相信呢？陈毅给我擦眼泪，他说他该死，他那么爱我，怎么可以让我哭？他说他从第一次见到我起就发誓，一定会对我好一辈子。他说他为了我命都可以不要。他说我是他的，没有人可以夺走我。我苦笑一声，他果然不是陈毅，真的陈毅永远不会这么甜言蜜语，还命都给我，真的够夸张的。估计是在网上看的照搬的，说的一点不符合实际。我又不漂亮，谁要抢走我呀？我疲惫到了极点，听着听着，慢慢闭上了眼睛。恍惚中，我好像听到身边那人低低地说：我好开心你这么在乎小黑，可如果你知道我就是他，你会高兴吗？第二天醒来想到这个，我觉得荒谬至极。与我同床共枕许久的男人，不是我老公，而是我的黑猫。我狠命地挠了挠头发，我几乎要怀疑自己是精神失常了。妙妙，尝尝我做的。陈毅把刚煎好的牛排端给我，还很浪漫地裁剪成了爱心形状，上面还点缀着一圈圣女果。然而，我刚闻到这香喷喷的牛肉味，就一阵恶心。推开陈毅，就奔向洗手间，趴在水池上不住地干呕，没吐出什么来。我胃不好，是老毛病了，吃点药就行的。陈毅却担心的不行，硬是请了半天假带我去医院，结果竟然查出我已怀孕2个多月了。算算日子，也就是我们结婚那几天的事。陈毅欣喜若狂，他抱着我转了几个圈，嘴里喊着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他还不时地看着我的肚子傻笑，憋了半天给我来一句：我能摸摸他吗？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就跟个好奇宝宝一样，小心翼翼地摸上我尚且平坦的小腹，不时地发问：他怎么不动呢？怎么一点看不出来呀？他再过几天能生下来，整得我无语。我告诉他，宝宝还很小，他现在就跟一个细胞那么大，要到6个月以后才会动。听说过10月怀胎吗？宝宝要10个月才能生下来的，
陈毅点点头，嘴上没多说什么，内心世界却无比丰富，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无厘头的话。为什么宝宝要10个月才能生下来呢？我妈妈说我2个月就出生了。妙妙会给我生几只崽崽呢？本来怀了陈毅的宝宝，我和心爱男人爱情的结晶，我该多高兴啊！可现在我却是百感交集，根本无暇顾及腹中的宝宝。我的丈夫是陈毅的外表，黑猫的灵魂，他到底算是人还是猫？平心而论，他对我很好。既然他是小黑，我现在也确定他不会伤害我。可他毕竟是只黑猫啊，我有点过不了自己这关。午饭是陈毅做的，4菜1汤，荤素搭配，味道还说得过去。闻讯赶过来看我的爸妈也赞不绝口。陈毅一边给我夹蔬菜，一边心里在嘀咕：他们人为什么要吃蔬菜呢？还说有营养，菜能有什么营养？我们就不需要吃，我们是肉食动物。好吧，这类话听多了，我好像也有点习惯了。陈毅洗碗时，我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其实在我们结婚前，陈毅单位有个晋升科长的机会，找我爸帮忙，但是我爸考虑他还年轻，应该多历练，就没答应。那时他们还担心陈毅会不会对我撒气，现在看他对我越来越好，他们也就放心了。我心里苦笑，他是对我好，因为他根本不是陈毅呀。我对陈毅的态度肉眼可见地淡了下来。上班时我不再亲他，叫他早点回家；下班回来我也不再拉着他叽叽喳喳，不再在他怀里开怀大笑。甚至他抱住我，我都忍不住挣脱他。小黑是猫咪时，我很爱他，可当他变成了我的老公，与其说是我讨厌他，不如说我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陈毅整日难过的在心里嘤嘤叫，怎么办？妙妙是不是不爱我了？没有妙妙的爱，我一天都活不下去啊！好想蹭蹭妙妙啊！他又拿起桌上的镜子，我是不是变丑了呀？不然妙妙怎么不亲我了呢？我心烦意乱，忍不住吼了句：烦死了！别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话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无论是对过去的陈毅，还是小黑，我从没说过这样的重话。看着陈毅受伤的眼神，我狠心不去看他。我累了，休息了。背后的陈毅不敢吱声，心里却在嘀咕：妙妙怀着宝宝，胃口不好，身体也不舒服，我不能吵她。我该怎样才能让她开心呢？傻瓜，被我吼了也不怪我，还想让我开心，也只有你了。我突然想起了过去小黑还是猫咪时，他打碎了花瓶，我拍过他的脑袋，他不记仇，还舔舔我的手心，似乎在对我说：我错了，别不要我呀。我情不自禁地滚进陈毅怀里，听着他扑通扑通越来越快速的心跳，我心里在想，为什么要让我拥有读心术呢？如果不知道他是猫该有多好，如果不知道，我和陈毅是不是就会幸福地走下去？转眼间，我肚子里的宝宝6个月了。陈毅对我越发无微不至，不但包揽了所有家务，连饭都端到我手上。我毫不怀疑，就是让他给我喂饭，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照做，而且心甘情愿，甘之如饴。可我和他的感情到底隔了一层，每当他想揽住我，我都会盯着他的手出神，那是猫的爪子啊！久而久之，连身边人也都看了出来。他们说我这下是熬出头了，把陈毅拿捏得死死的，连我妈都教训我适可而止，别生生把自己的幸福做没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陈毅现在对我的态度，正像当年我对他那样。我知道他是真心对我好，我知道他没有错，我也想改变现状，但我做不到。周6陈毅陪我去产检，做6个月大排畸，我恹恹地靠在车椅背上，提不起精神来。
陈毅给我讲他们单位的胖大姐怎么给刚入职的小年轻介绍30多岁带孩的离异男人，又讲哪个同事喜欢贪小便宜、斤斤计较，跟人家拼奶茶配送费都不肯给，讲的那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他不是爱八卦的人，无论是过去的他还是现在的他，但是我爱听八卦。他在努力逗我开心。我把水壶递给他，喝口水吧。说了一路，嘴巴都干了。在他喝水的空当，我听到他的心里在叹气：怎么办？我好慌啊！万一医生看出妙妙的肚里不是人，是猫崽，可怎么办啊？是我连累了妙妙。他的担心也正是我心里所想的。人猫殊途，如果我怀的真是小猫，不是人，可怎么办？想到这里，我脾气又上来了。我大声说：停车！我要下去，前方就是公交车专用道，这里是不能停车的。陈毅好言好语地安抚我：妙妙是不是不舒服？过了这个路口我们就停下。不行，我现在就要下车。说着，我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乱了，伸手就抢陈毅的方向盘。车失去控制，冲到了对面车道。就在这时，一只黑猫不知道打哪突然窜了出来，径直扑在车挡风玻璃上。还没来得及反应，一辆大客车开了过来，砰的一声，巨大的冲击力让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直觉。黑暗中，我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努力睁开眼睛，四周都是一片白色，手背有点发凉。我躺在病床上，营养液正输入我的身体，我有点发愣，这是怎么了？我妈推开病房的门，惊喜道：妙妙醒了。我爸、我舅舅舅妈也都跑了进来。我突然想起，我和陈毅在去医院产检的路上出了车祸，那只黑猫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大客车冲向我们的那一瞬间，是陈毅打死方向盘，让我避开了危险。我的手不自觉地抚上了腹部。妙妙没事，你和孩子都没事，幸好陈毅他。说到这里，我妈突然噤了声，屋内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我心陡的一沉，急声问：陈毅呢？陈毅怎么样了？我妈别过脸，擦去眼角的泪花。陈毅他是个好孩子。我爸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不能激动。陈毅在楼上病房，我们去看看他吧。陈毅还没有脱离危险。我透过玻璃看向 ICU 病房，他躺在床上，面容苍白，戴着氧气面罩，长睫闭着。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现在了无生气地躺着，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他是为了救我和孩子，不然躺在这的会是我。车祸时最危险的是副驾驶，因为驾驶员会本能避险，可他的本能是救我。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涌上我的心头。我突然想起，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还是小黑的时候，我抱着近乎昏迷的他跑去医院。那时他用湿漉漉的眼睛看我，无比依赖。后来他变成了陈毅，对我说，从第一眼看到我时就爱上我了。他说他会对我好一辈子，那些在一起时的甜蜜都是真的。如果说我对过去的陈毅是把他当作年少时的偶像男神去崇拜，那么现在的陈毅才是真正跟我走进了生活。我们相爱相知，我终于放声大哭。这个人爱我胜过自己的生命，他是人还是猫又有什么所谓呢？陈毅昏迷整整5天了，医生说他并没有严重的颅脑损伤，至于为什么迟迟不醒，他也百思不得其解。家人都安慰我，医生说没事就是没事，让我先回去休息。我不肯，陈毅还没醒，我怎能放得下心呢？在我的坚持下，我爸托熟人在陈毅的病房内加了一张床。我已经错过了那么多，后面的时间我都要陪在他身边。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即将失去时，才会明白有多重要。
病床边，我一边削苹果一边说：“老公，我给我们的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猫仔，你说好不好？”我吃下一块苹果，继续说：“我没有亏待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吃鱼、蛋、肉、蔬菜、水果，才不会像他爸爸那样做肉食动物。”一滴眼泪滑落我的眼角。老公，我错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爱你。你是黑猫，我也爱你，只爱你。我俯下身趴在床边哭泣。许久，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指，我慌忙抬起头。陈毅睁开了眼睛，氧气罩下的他面容憔悴，胡渣隐约可见，很是狼狈。那双看着我的眸子却是亮晶晶的。我眼中的他渐渐跟那只大病初愈、努力睁眼瞧我的小黑猫重叠，四目相对，我泪如雨下，轻轻问他：“老公，你痛不痛啊？”他看着我，努力笑笑，一点都不痛。他示意我靠近他，他抬起大手帮我拭去泪水：“别哭，我会心疼的。”陈毅醒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留院观察了几天后，我爸妈以我怀孕需要照顾为由，让我和陈毅都搬去他们那。现在的陈毅随和，自然没有反对。我们向他隐瞒了我们的婚房，在他备下病危通知书时，已被他家人侵占。陈毅住院当天，他爸妈和亲戚来过一次，听说陈毅还没度过危险期，就不顾场合的大闹了一场，然后就没露过面。前2天我回家拿东西，给吓了一跳。陈毅一大家子人都住了进去，他哥哥甚至把老婆孩子都带来了。好家伙，他们把我们主卧的圆床都拆了，放了2张1.2米的小床在里头，说是那样能多住人。陈毅的小侄女在客厅的墙壁上画小人，说这比他的小画板好用多了。他妹妹更是直接穿着我的睡衣走了出来，脸上还贴着我的青瓜面膜。他们说我跟陈毅结婚了，这房子就是陈毅的财产。他们供陈毅读书出来不容易，是指望他赡养老人了。如果这次他真的去了，那房子理应属于他们家。我不发一言的拿了东西就走。陈毅那时还在昏迷，我哪有心思和他们扯这个。后来听物业说，他们一家是喊了锁匠，直接开锁破门而入的。他们嚷着是陈毅的父母，物业拿他们也没办法，还是等陈毅好了，看他怎么说吧。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对我来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只要他还在我身边就好。我和陈毅又回到了如胶似漆的状态，不，我们的感情比以前更好，更坚定。我也更加了解他的喜好，每天我都让张姨买新鲜的鱼、虾、肉、蛋。我规定每天至少要保证2个荤菜，这些都下了陈毅的肚子。当着我爸妈面，我知道他不好意思吃，我就把荤菜尽往他碗里夹，让他必须吃完。我爸妈以为陈毅刚出院，我想给他补补，也很正常。我还买来了各种品牌的婴儿肉泥放在房间。以前小黑最爱吃那个，有几次我夜里醒来，看到陈毅偷偷从柜子里取出挖着吃，一边吃还一边舔嘴。每天临睡前，我会主动摸摸他的肚皮。我知道小黑最喜欢我摸他肚子了，我还帮他梳头，就当是帮他梳理毛发了吧。然后我时不时的就会听到他的心里掩盖不住的欢喜，喵喵喵喵，妙妙越来越爱我了啊！他摸我肚皮了，好舒服啊！陈毅年轻，身体好，加上我给他大补特补，伤好得很快。考虑到长期跟我爸妈住一起也不方便，我打算问我爸妈要笔钱再首付个房子。我和陈毅收入都还可以，还贷是不费力的。至于我们的婚房，说实话，我觉得也要不到了。那家人泼皮得很，我也不想为难陈毅。然而还没等我开口要钱，我就接到婆婆的电话，
他又哭又叫，说陈毅跟蛮牛一样，把他们全赶出来了，让我赶快来一趟。我赶过去的时候，刚出电梯门，就听到我家方向传来很大动静，叫骂声、哭泣声连成一气。我一听就知道不妙了，快步走到家门口，正巧撞上陈毅，把他哥甩在肩膀上，像扛一袋米一样的扛了出来，扔在门口。他哥大吼：“我跟你拼了！”我婆婆正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眼泪鼻涕稀里哗啦。我怎么这么命苦啊？生了这种儿子，叫我怎么活哟？我公公也从屋里冲了出来：“我跟你这不孝子拼了！”陈毅有健身的习惯，大学时候还参加了什么自由搏击社，力气不小，更有巧劲。论起打架，我还真不怕他吃亏。果然，陈毅3下5除2就将他哥一双手背在身后，紧紧捏住。公公快70岁了，陈毅自然不能还手。可是公公打陈毅没2下，就腿一软，捂着胸口栽倒在地上，嘴角抽搐，口不能言。这下报警的、喊救护车的，更是乱成了一锅粥。我一急，肚子抽痛了下，然后一股热流就不受控制地往下流。老公，我要生了！病房里，随着最后一次用力，宝宝咕咕坠地，哇哇大哭。我松了口气，还好不是喵喵叫，恭喜，是个小王子哦。护士给宝宝做了简单清理后，抱回来给我看。我歪着头看过去，好小好小哦，脑袋比我的拳头大不了多少，还真像个猫仔，皮肤红红的，皱巴巴的，丑丑的，一点没遗传陈毅惊人的美貌。虽然我不漂亮，但也没这么难看吧？我爸妈却非说我小时候还不如他呢，长开了就好看了。不过总算是人，我已经很满足了。别看猫仔出生时候小小一只，长起来却飞快，吃的也超级多。他的大运动也远超同龄孩子，不管是翻身、坐、爬、站、走，几乎不用我们教，自己就会了。别的孩子才能扶着小椅子站着，我家猫仔已经跑得飞快。他辅食也吃得比别人早，最爱吃鳕鱼泥和肉泥，不爱吃蔬菜泥。这点倒是像他爸爸，常常要我追在后面喂，威胁不吃蔬菜不能玩，硬逼着才能吃一点。亲戚们都说这么小挑食不长身体，让我饿他一顿，饿极了自然什么都吃。无奈我有个猪队友，父子俩沆瀣一气。他爸爸经常趁我不注意，偷偷把鱼肉喂进他嘴巴里，还以为我不知道。猫仔2岁时，破坏力已经很惊人了，走到哪里都恨不得凿出一个洞来。头疼啊！我又怀孕了，希望这次能给猫仔添个妹妹，文静点。我们把以前的婚房卖了，换了套更大的。生猫仔前，我公婆闹了那么一出，公公差点中风，还好发现得早，现在恢复得不错。陈毅很坚决，房子是我的财产，不可能给他们，他也不会不管父母，以后每个月会给2000生活费，看病啥的跟他哥哥、妹妹平摊。民警也劝他们，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儿子还在呢，公婆有什么立场来要媳妇的婚前财产？别闹到头把人惹火了，啥有没有？公婆见一点希望没有，只得作罢。这么看来，老公是猫也没啥不好啊，又向着我又粘人热情。反正生的孩子也是人，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怀孕的人就是容易犯困。我打了个哈欠，回屋里午睡去了。10分钟后，大门咯吱一响，一大一小2个身影走进客厅。男人高大英俊，小男孩脑袋圆圆，眼睛圆圆，异常可爱。男人从厨房端来刚做的红烧鱼和米饭放在桌子上，男孩抓起一条鱼就啃，刺踢得飞快，一点不用担心会被卡住。
男人不满地用筷子敲敲男孩的碗，用筷子，别用手，别光吃鱼，还要吃青菜和米饭。哼，我们猫吃米饭和青菜根本没营养的。嘘，小声点，没事，妈妈睡着了啦。你说妈妈这次会给我生只猫妹妹吗？应该会哦，我要白猫妹妹。小黄他们都说我身上黑黝黝的不好看，胡说，我们黑猫是全天下最美丽的。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